趁着暑假，新手上路的小树蛙跃跃欲试，开车载狐狸猫兜风，两人路上说说笑笑。开心的小树蛙没注意到前方路口，麦麦与黎黎也正在过马路。幸好狐狸猫赶忙大声提醒小树蛙，及时踩下刹车，才免于一场悲剧。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告诉我们，当物体所受外力不为零时，物体的运动状态可能会产生变化。上述故事中，车辆的运动状态由前行状态变成减速停止，造成这个运动状态变化的原因，就是小树蛙的紧急刹车所造成的减速运动。此外，车辆在刹车过程中仍前行一段距离，在这段距离内，车辆都持续有刹车力的作用。若是根据科学家的理解，当物体受力时，且发生与受力方向平行的位移，造成能量大小改变的过程，可称之为做功。因此，情境中小树蛙踩下刹车，使车辆产生能量改变的过程，称为做功，最后导致车辆停止。你答对了吗？小树蛙很好奇，究竟科学家提出做功观念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狐狸猫耐心解释，由于大自然中存在许多能量的转换与变化，若以做功概念解释其现象，可以更方便理解能量的增加与减少的过程。例如，上述故事中，车辆移动时具有能量，透过刹车力做功，让车辆停止，此时移动的能量即降为0。狐狸猫给小树蛙做了一个脑力激荡，既然功可以有大小差异，那功有正负之分吗？小树蛙摸不着头绪。既然物体受力产生位移有大小的差别，那最多只是做功大小的不同，怎么会有做功是负的？狐狸猫从背后拿出一只哑铃，并将哑铃举起。原来，当施力与物体位移方向相同时，施力对物体做正功，表示施力使物体增加能量。哑铃除了受力向上，也同时受地球重力影响，但重力方向向下，与哑铃的位移相反，故科学家定义此时重力对物体做负功，表示重力使物体减少能量。解说完毕后，狐狸猫出了一道考题，想测试小树蛙是否已经了解做功的概念。同学们，你们可以帮帮他吗？情境中，重力对垃圾的施力方向向下，垃圾的位移方向也是向下，所以重力对垃圾做正功。你答对了吗？除了判断做功的性质，我们可以算出做功的大小吗？计算前，我们先看看与做功相关的物理量有哪些。通常施力的单位会使用牛顿，位移的单位则是公尺。因为狐狸猫等速下楼，所以手提2袋垃圾的施力会与垃圾袋所受的重力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。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，物体总质量为6公斤，重力加速度约为每秒平方10公尺，相乘后得到重力为60牛顿。但狐狸猫施力与重力方向相反，所以施力是负60牛顿。接下来把负60牛顿带入做功公式，乘以向下位移9公尺，得出做功负540牛顿乘公尺。小树蛙好奇地问：功的单位是牛顿乘公尺吗？狐狸猫点点头说：当施力单位为牛顿，位移单位为公尺时，相乘出来的做功单位就是牛顿乘公尺，或是焦耳。小树蛙觉得好奇，怎么功的单位焦耳听起来很像老师上课时提过的人名，于是便马上拿出手机上网查询，
发现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做实验证明，热是一种能量，且可透过做功转换成别的能量形式。大家为了纪念焦耳的贡献，就以他的名字作为能量与功的单位。另外，当狐狸猫下楼的时候，除了产生垂直位移，也同时产生往前推进的水平位移。根据做功的定义，施力乘以物体沿施力方向的位移，而水平位移与施力方向互相垂直，导致狐狸猫的施力在水平位移方向上做功为0。调皮的狐狸猫想测试小树蛙是否理解，所以又接着问小树蛙：功有正负，除了施力方向与物体位移方向互相垂直时做功为0，还有其他做功为0的状况吗？这下小树蛙真的被考倒了，你可以帮帮他吗？情境中，小树蛙登山位移向上，重力对于小树蛙与设备作用方向向下，与位移方向相反，所以做功为负。相反的，小树蛙背负设备的施力方向则是与位移方向相同，做功则为正。考虑到小树蛙是等速在登山，所以设备所受的重力与小树蛙背负设备的施力必定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合力为0。依据功的公式计算，当合力为0，做功也必为0。由这个题目得知，当外力的合力为0时，必然合力做功也会为0。那单一外力做功时，如何判断呢？在判断外力对于物体是否有做功时，可以先观察物体受到外力后是否有位移。无位移必然做功为0。在产生位移的状况下，接着观察外力与位移的方向，如果两者垂直，也会得到做功为0的结果。若两者方向平行且同向，则为做正功，反向则是做负功。我们来做个测验，看看同学们是否理解这个概念吧。狐狸猫将大家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功等于外力 F 乘以沿外力方向的位移 S。外力 F 与位移 S 都同时具备大小和方向的性质。功 W 则是不具备方向的性质。功可以是正功、负功，甚至做功等于0。不做功有3种情况：一、力与位移方向相互垂直；二、不施力或合力为0；三、施力但物体不产生位移。功与能量的单位都是焦耳 J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脑力激荡吧，也可以先想一想，再与同学和老师一起讨论哦。想一想，当侧背书包坐公车上学时，过程中有哪些时候施力有做功，或是施力不做功？